OK， 来，踩得完，它会自动升档。感觉到 VTEC 声有没有？大家好，我是 Eder，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来 Part 2。如果你们看我上一集视频的话呢，我是试驾这一辆最新款的 City Hatchback 1.5 V Spec 来到这里的。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就会把它给开上云顶了。如果你们还没看我 Part 1的影片呢，可以去看我 Part 1，再来看这个 Part 2啦。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。话不多说，上车了 ，Let's go。哎呀，有一点下雨哦，从昨晚下到现在，地上不是很干。简单跟你们讲一下，这辆车是一个原装车，原装的悬吊，轮胎呢就升级到17寸215/45R17 Hankook 的 Ventus Prime 3的轮胎，这个轮胎性能还可以啦哈，它不是 UHP。后面就有一位车主的朋友，前面这位车主你好，我们可以 follow 他的 Instagram。哎呀，这个门真的是每次要很大力哦，是不是？新车就是这样。那个 rubber 对咯。那我们就直接上山，挂到去 S 档，有 Hill Hook Assist 哈。Alright。那这一具引擎呢是一具1.5公升的自然吸气引擎 ，Double Overhead Cam 双凸轮轴，然后它拥有着121 PS， 还有145根牛顿米。如果你问我之前我驾过 City 的 IMMD 哈，还是单我上山的话，我感觉到那个扭力瞬间是有的。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是有威力吗？它还好而已啦。但是我觉得这个1.5公升的自吸的话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不知道，我们上了山就知道它的性能到底是怎么样啊。好，它有着 7 Speed Mode 的 CVT 啊，所以你可以自己用换挡拨片来换挡，所以比我之前驾 City IMMD 的乐趣多了很多。City IMMD 呢，它就bad， 这样子，唉。City IMMD 的换挡拨片，它不是让你拿来做换挡的，因为它根本是没有变速箱，它是一个电动马达一直在运作而已啦，它是让你来充电啊，还有它缓降的功能啊，所以这个 City Hatchback 哈 ，OK， 我们第一个玩呢就知道它的这个操控是怎么样了哈。哦，会开一点 Fender，OK， 好，明白。那这辆车的这个灵活性呢，会比Sedan普通的来的好，真的 body roll 少了一点，因为它毕竟它的轴距啊，跟它的宽度是跟Sedan一样宽的，只是说它的这个车身呢就短了20 cm。204 mm， 有一点卡 Fender 哈，我尽量不要卡 Fender 真的，因为它的这个 rim 呢 offset 是一个它的这个结节也比较阔啦，7.5哈，直接上到。我之前驾过，其实我驾过 CDGM2上山的，我只是没有拍影片吧。那时候是一个女车主。他要求我自驾他的车，就教他拿来那些，而且是在晚上哦，所以我没有拍片。然后感觉到，喂，操控其实 CD 来讲很不错嘞。真的body roll没有这么严重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改装一定要的。coming soon。是的 ，coming soon。哇哦 ，MX-5 安哥来的哦，他们 enjoy 上山就是这样，冷天气嘛哦 ，nice car bro。这种车哦，下雨天就真的是不好玩了，因为还要开棚啊、吹风嘛，现在吹。那个谁的话，那是对了哈。这刹车可以哦。
算还有信心的。刚刚我特地试了一下它的那个刹车，不错不错。这样子是不是上其实很好上哦？Awas, jalan licin. Hay是卡一点 fender 哈，左右的时候。不用看 ，good。这还一直在卡门的，要不然真的是这样子还不错哦，极限也是蛮高一下哈、哦。自己升档，不用我按。后面的 MyV 他不要让我，不是我搁左边哦，他闪我高灯哦，就这种人啊，好像很好笑的哦。你不要快，人家搁了你，然后你就要闪人家高灯，什么鬼？这样子你上highway啊，那些比较没有这样平的路，你也是一样会卡这样子咯。因为上云顶也是卡的。上云顶哦。这样子是一个比较日常困扰的问题哦。要改大，要漂亮就是要这样哦。就是要牺牲一些东西。是哦是哦。前几天这边 Jazz 发生了一个意外哦，哈哈，这个真的要小心哦，不要乱来哦。他是撞什么东西啊？应该是撞到这一块，然后这个泥这里。哦，他应该是那个框有装水，我觉得。有 Honda Land Watch， 果然是爽啊！不用看赛米勒。是啊，它是不用看赛米勒，但是我的眼睛还是会偶尔扫一下，因为我们习惯了。哦，后面的 MyV Go Bump 是不用踩 brake 的哦。好，他们这些可以来踩得完，它会自动升档。它的2档了，拉到将近7000哦。哇，那个摩托还不错，这个弯蛮干脆利落的哈。虽然原装避震啊，
啊，当然这种操控啊，让我想起了 Yaris。我之前很久以前试驾过一个 Yaris 哦，是 low spec 的啦，那个是那个注册公司的车来的。所以呢，那时候我驾的时候呢，我很 surprise。其实如果你驾过 Yaris 的朋友们，你敢去烧一个弯哦，你感觉到车身它不会body roll的哦，甚至我觉得它的车倾呢没有这个 City Hatchback 来的严重。好像几乎没有什么，你直接烧完，然后只是靠那个轮胎去抓地就好了，推头咯，就这样让它推而已咯。是咯，哦，我突然想起 Yaris 的操控的确，讲真的啦，如果你讲这样子，我会觉得 Yaris 的操控会比 City Hatchback 好一点的，因为它感觉到就是没有这样多侧倾了哈。啊，感觉到 VTEC 声有没有？对啊，Yaris 是输在没有什么动力没有。这辆车有经常来上云顶哈？上过3、4次这样子吧。3、4次吧有啊。很新的一辆车，还有一股新车味。哎呀，啊，现在就感觉到有点 rubber band 有没有 ？CVT。哦 ，What car is that？ 哦，吓死我！这个 4x4。哦，好多漂亮的车下山喽。哇！哪来有 Mazda？ 动力的确是比 Vios 大副引擎来的有力很多，只是说它的换挡呢比较长哦，它的档位。我之前试驾最爽的就是小马力当中啦 ，Vios GR Sport， 我感觉到它的10 speed 的那个 mode 哦，的确是有帮助到它的这个齿轮比上山的时候的啊。看一档拉到这70 km/h 这样子。哈哈 ，Camry 很快一下哦，开玩笑啊。上市啊，开玩笑啊。每一个弯挤完之后呢，都会可以上到1档 ，CVT 它让你上。啊 ，Come on bro！ Come on bro， 神车也是1.5。C 这个 MyV 换上1.5的，应该是说换上了这个 CVT 之后，真的是快很多。不开玩笑，只是它没有 pedal shift 可以玩不了。好，明白。
冷风，哇，好冷啊，外面真的。如果冷风的话，车的性能也比较好的哦。CVT 没这样快。啊 ，CVT 也不会这么快的。哎，推头，哦，你看那个轮胎啊，啊，轮胎抓不到，蛮爽一下刚刚那个弯的。不用紧，因为我们拿对线的话呢，其实外面还有很多的足够的位置让我们去推头，推就推咯，反正旁边又没有什么东西。啊，又来推了，又来推了啊！根本就是抓不住地了，哈哈。所以很多车呢的轮胎呢，面对于下雨天真的是啊，完全整辆车又不一样去了哈，驾驶方式也不一样哦。所以这种天气上山也是蛮爽一下。啊，aduh， 哎呦啊，Kak， 我在你隔壁，Kak。OK， 好 ，CD hatchback 上得来顶了啦。过完的话呢，还是这个 CD 比较好啊，少了一个20公分的负担在后面，比较干脆又利落啦。在急弯的时候你就 feel 得到，因为这辆车有卡 fender 的状况，所以我是不太敢去到太准啊。听到那个声音都好像有点痛哈。说法是，如果你再换上更好的轮胎，一个车的轮胎好了之后啊，你的操控跟着也会变好啦。然后加上这个椅背啊，哎不错哈，这个椅背的支撑哦，哎我上山完全是很舒服，有没有？它直接 hold 着我的身体。椅垫呢是比较偏短了一点，但是说法我这样子上山呢还是够用的啊。坐姿呢让我都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坐姿，然后我的这个 steering 呢至少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跟前后，不要小看这个前后哦，对于我们这种跑山路来讲是很重要的哈。可惜呢在这一点的话 Vios 就输了啦 ，Vios 就没有了调整前后，所以 Vios 啊跟 Yaris 啊，虽然你们操控也是不错，但是就you bad bad 哈。那如果你这样子讲哦，这个动力哦跟 Amira Turbo 其实不上下的这样子上山，你看回我之前 Amira Turbo 的影片啊，这样子我们在云顶山路加速的时候，你们注意看一下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两样的，大家都是一样，只是说一个是 Turbo 可能那个扭力来的比较早一点，没关系，我这个 CT 的话有 better shift， 我可以把它维持在高转一点就行了吧，对吧 ？Vios 的话呢跟 Yaris 先加了一点点，但是你如果要保持在时速60以上的话，你就很容易把那个动力接上去，它也是感觉到比较有力啦。要不然你60以下的话，你感觉我这辆车不能去。下次如果有机会呢，我还想再开一下 Yaris 上山。Alright， 把车 parking 好，我们拍一个照。谢谢感谢弟。好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观众终于有机会看到 hatchback， 因为很多人在这边敲完了 CD hatchback， 哇，大风哦，16度哦，外面。在马来西亚呢，有没有人把它改得很漂亮的？有的话呢，让我知道一下。这辆车他们讲哦，改上来哦，可以好像 A45这么漂亮哦，是不是真的？比 CD Sedan 贵了大概1000多块钱哈。那你就看一下到底值不值得？值得是在于就少了一个20公分的屁股咯，就操控好一点咯。那如果你是以家用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买 Sedan 会比较好啦。毕竟它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呢，还是 hatchback 会比较时尚，比较年轻一点啦。好了，各位，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哇，我那个风很大，有没有哈？又很冷，有没有？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，Goodbye。